主子快看前方，那是什么怪物？何方妖物，竟敢惊扰我家老爷！哎，路边那俩快冻死的，上不上车啊？不坐别挡道。黑石堡1号线，1人2文钱，麻溜的。放肆！这铁甲怪物五马拉牵，为何能自行挪动？里面藏了什么妖孽？得，又是外地逃难来的土包子，到底上不上？不上我关门了，冻死了老娘可不管埋。闭嘴，把刀收起来，给钱上车。拿去，给我们家主子安排最上等的雅座。算你们运气好，遇上末班车。金子没法找零啊，后排自己找座。不用找，赵瑞，扶朕上去。主子，这铁肚子里怎么比宫里烧了10盆红罗丹的地暖还要热？属下都热出汗了。这座殿竟比江南织造局进贡的天千丝还要柔软。这满地饿殍的北地，哪来的此等奢靡之物2位外地客官，喝杯热奶茶驱驱寒。咱们城主大人定的规矩，大雪天上车免费送热饮。慢着，穷山恶水，无事献殷勤。主子，小心有毒。这是什么？哎呦，外地来的吧？那里面的东西叫糖，是咱们城外偏财厂流水线下来的，在咱们黑石堡，那就是个炒菜的调料，贱得很。你说什么？普通调料？你可知这在京城是？京城算个屁！咱们这儿只要肯进厂干活，白糖管够，还有你屁股底下做的，那叫羽绒做套。咱们陆城主说了，这玩意儿最保暖，厂里天天做。老赵，你说这一切皆是黑石堡城主陆长风所造？这5马的铁车，这白送的糖茶，还有这满车的暖气，那可不，这都是咱们城主大人做的。在咱们城里，沿街都铺了暖气管子，只要交点碎煤钱，大冬天在屋里光膀子都行。一派胡言，外头滴水成冰，京城权贵都得靠炭火熬日子。这极寒死地，怎么可能家家户户如春日？你这刁民休要妖言惑众！你们这些外地人就是眼界窄，纯的井底之蛙。大胆！你敢骂我们是井底之蛙？好一个大雪封城，好一个黑石堡死绝！收服那老贼奏报称北地煤炭枯竭，导致京城煤价暴涨，连皇宫的暖阁都要停火。前面到站，黑石堡重工业1区大门，下车的拿好东西。没做过防疫厨师的外地人，一律在城外1号门下车，强制洗澡消毒。违令者按细作论处，直接送大理寺。什么？竟敢让主子强制洗澡？反了，真是反了！朕倒要看看他陆长风究竟想干什么。3年，朕不过流放了他区3年。陆长风，你在这极寒地狱里，到底造出了一个什么怪物？主子，您看脚下，这青砖路面没结冰，甚至连积雪都没有，是温热的。果然如刚刚那个老汉所说，城里四季如春，但要在这极寒之地，想要维持这一大片区域的地面保暖，每天烧掉的煤炭堪比京城1冬的用量，这绝非是一般商贾能负担的财力。还搁那儿摸地呢？那是地下排渣管道的女热，少见多怪。赶紧往前走，别堵着出站口。赵瑞，你看街道2侧，主子，5层高的红砖楼阁，还有那些窗户，全都是无瑕的琉璃。这若是运回京城，足以填平大楚3年的国库亏空了。亏空？说北地贫瘠，颗粒无声。哼，可你看这满街的高杆气灯，连朕的城池都相形见绉。这就是那帮朝臣口中的不毛史地。2位客官，外地刚来的吧？来，大冷天的吃口热乎的。刚出炉的烤红薯，还有新鲜的温室大水黄瓜，只要3个铜盘。放肆！腊月寒冬，大雪封山，哪来的新鲜黄瓜？你有病吧？动不动就拔刀。这当然是玻璃温室种出来的粮食，炼钢厂那边多出来的热气全引到了大棚里，里头暖和的能种水稻。哼，连这都不懂，土老帽！你说什么？这寒冬腊月，不靠天时，仅靠人力，便能种出新鲜的绿叶菜。骗你干嘛？自己尝。咱们这儿只要肯卖力气，顿顿有菜吃。城主说了，过2年要把产量翻倍，让菜价比肉还便宜。脆生，甘甜，没有施加任何巫蛊之术，
是真的嫌菜。北地边防最怕冬日严寒断绝粮草，不战而溃。若这温氏之法能推行天下，大楚铁骑冬天亦能出关迎敌。如此军国重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向朕上奏。主子当心，有敌袭！敌袭个屁！这是3号高炉的下班气铃，让让，别挡着工人们下班吃饭。没有兵器，但不乏齐整，这分明是百战精锐的行军法。不止，你再看他们的精气神，没有流民的菜色，面色红润，那是吃饱穿暖，对自己手里的活子有绝对掌控的底气。今天3号炉产量又破纪录了。老规矩，去大食堂吃猪肉炖粉条，我请客，必须的。再整2口高粱酒。城主说了，这个月产量达标，下个月全场发新厂服。连最底层的苦力都能在腊月大口吃肉喝酒，朕的京城防备大营，逢年过节也未必有这份服饰。主子，此地不可久留。他私造剧场，收拢流民，编练成军，如今又手握如此恐怖的财力，若有不臣之心，大楚危矣。我们必须立刻回京调兵平叛。调兵？你以为京城里那帮内阁老臣不知道这里的情况？3年前的军饷贪污案，铁证如山，朕以为拔掉了一个国之巨逆，如今看来，主子的意思是，当年陆大人是被冤枉的，是有人借您的手故意赶他出京。他们以为流放极寒是必死之决，却没想到，反倒让他彻底脱离了朝廷的掣肘。站住！看穿着是外地来的，把身份陆羽拿出来。这位小哥，我等虽是南方来的客商，但有秀才功名在身。陆允虽遗失，但按大楚律例，见官不贵免受入刑。不知此地为何要拦路？哼哼，大楚律例在黑石堡只认场规和防疫法，不管你是谁，想进内城，必须接受高温熏蒸和煤黄油药水洗澡消毒。混账东西！我家老爷天天香堂沐浴，衣服都是云锦冰丝，岂会有那种肮脏之物？少废话！上个月京城来的正3品巡抚，一样被查出满头虱子，要么自己脱衣服进去洗，要么我帮你们脱了扔进去洗。荒谬！我等清白之躯，岂能与粗鄙之徒同持赤身强行搓洗？有辱斯文！在咱们这儿，传染瘟疫才是死罪。抗拒防疫，按细作炖煮，直接送去挖煤。主子退后！今日就算是死，属下也绝不让这些刁民辱您番好。不能死在这里。赵瑞，把刀放下。我们洗。这是煤油肥皂，全身必须打满泡沫，搓出黑水为止。搓完进隔壁高温房蒸1刻钟，洗不干净不准出这扇门。老爷，您身娇体贵，岂能用这等粗鄙的黑石块？洗！京城百官说这里是人间地狱，朕倒要看看这陆长风到底在玩什么花样。这热气好生霸道，主子可是毒气？不，朕双膝与后背每逢冬日便如针扎，太医院开了3年方子都毫无进色，可现在这热气硬生生钻进骨头，体内积压的寒毒正顺着汗水往外涌，朕的膝盖都不怎么痛了。属下早年的陈年暗伤被这一蒸竟也气血通畅了，这也是他的手段。用极度高温逼出病气，用药皂强杀虫患。这陆长风比皇宫里那些拿着高官附拢的太医强100倍。全城每天数万人洗澡，这得耗费多少热水柴火？就算把周边的大山砍秃了也不够啊！你忘了外面那些喷吐白气的铁管？他们烧的是煤。北地煤层坚硬如铁，冬天连镐头都刨不动，他哪来的人力挖煤？这正是最让朕胆寒的地方。他能让铁车自跑，定有法子让黑煤自出。陆长风到底掌握了什么力量？主子，这真是给苦力吃的伙食，这得花多少银子啊？这猪肉为何没有骚腥味，肥而不腻？这粉条竟然也如此爽滑劲道。新来的吧？这猪叫虚猪，城主大人教的法子，从小阉割，养出来全是肥膘，一点不腥。粉条是高产土豆打的粉，在这黑石堡，只要完成工厂定额，这种猪肉炖粉条敞开吃，管饱。你是说全城几万工人天天吃肉，顿顿管饱？当然，干重体力活没肉哪来的力气？城主说了，黑石堡不养闲人，但也绝不饿死卖力气的。这位兄弟，这满城的粮食肉食从何而遇？北渡宫寒伤到杜鹃，
难不成是天上掉的？咱们城主建了100亩玻璃温室，引废气供暖，土豆1年收3茬。至于买肉的钱，咱们炼的高强钢，西域富商排着队拿金沙来换，有钢就有钱，懂吗？这叫重工业循环。跟着成功干，年底还有分红呢。还给你这些苦妇分红？工厂是大家伙的，咱们流汗，凭什么不能拿钱？你这人脑子里装的都是封建残余吧？赵瑞，念那墙上的字3年建设，零冻死，零瘟疫，零冻死，零瘟疫。主子，你别笑了，小心引来巡逻军。上个月京城爆发伤寒，内城死了3000，外城死了1万。户部说天灾难为，太医院说药石无医。朕在蔡庙冰冷的石板上跪了1夜，求上天垂怜大楚。主子，朕自诩天命之子，可朕的子民在天子脚下病死，而陆长风呢，在这满朝文武口中的人间地狱3年，没求神拜佛，只用了肥皂、热蒸汽和猪肉炖水条，就做到了朕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主子，我的腿好痛！赵瑞，你怎么了？这腿怎么变黑发紫了？不好，他在雪里冻得太狠，冷热交替太快，血管爆了，这是急性坏疽，快吹急救哨！严重冻伤导致急性符文损害，立刻送往城主府第1医院，快！赵瑞，你给朕撑住！来人，把你们这里最好的御医叫出来，用最好的药。若是他有个3长2短，我拆了你们这医馆！闭嘴！医馆重地，禁止大声喧哗。你敢让朕闭嘴？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守规矩。穿上无菌服，戴上口罩。你身上全是外面的灰尘，会导致伤口感染。穿好再跟进来，不然就在外面等着。极寒冻伤后遭遇急速高温，毛细血管大面积破裂，血液凝固阻断，急性坏疽。坏疽？太医院的国手说过，此乃不治之绝症。难道要锯腿保命武将？没了腿，生不如死啊！锯腿，那是京城里那些庸医屠夫干的事儿，在咱们黑石堡能救。准备酒精清挫，拿城主研发的特效割油冻伤霜来。不锯腿，仅凭敷药就能起死回生，这绝不可能！火，好烈的火在烧我的肉！住手！你泼的什么毒水？别捣乱，这是在杀死他坏死在血肉里的病菌。主子，不痛了。那火烧的感觉没了，这药膏凉丝丝的，很舒服。这退肿了，这到底是何方神药？放肆！你这是在干什么？哪有把水直接灌进人血脉里的道理？这分明是南疆的邪术巫蛊，这叫静脉注射生理盐水，你安静看着就行。主子，这水流进静脉里，全身都舒服多了，不用锯腿，不用放血，就这么把一个必死的坏疽给治好了。太医院那些熟读《黄帝内经》的白发圣手，竟然不如这穷乡僻壤的一个年轻大夫。若这等神药能装备大楚9边军阵，每年能救回多少将士的命？命保住了。大夫，拿着，这是给你的赏赐。收回去，咱们医馆不收钱，这里看病只认黑石堡发行的公分和铁币。大夫嫌少，我还有，只要你开口，100两黄金我也能拿出来。这位外地老哥，你是在侮辱我，还是在侮辱咱们城主定的规矩？此话怎讲？重金酬谢，乃是天经地义。在你们那儿，人命分贵贱，有钱人吃人参，穷人等死。但在黑石堡，城主大人立过规矩，工业的根基是工人，人命比金子值钱。人命比金子值钱，好一句人命比金子值钱！真善，贪官污吏为了几两碎银子能把灾民逼上绝路，而在这个流放之地，人命竟然成了最宝贵的东西。真是不对嘛！这黑石堡别的不说，医术是真邪门。
脑子的蹦成竟然给治好了！治好伤赶紧办正事儿。京城那边的煤价，今天早上已经涨到100两银子一车啦！100两银子一车，朕才出来几天，就成这样了。咱们得赶紧去黑煤窑，花重金雇一批矿工给咱们运煤。你懂什么？上面那位当朝首辅大人和边关的张总兵早就串通好了。张总兵带兵封锁了雁门关，把北地这黑石堡产的廉价黑煤全都堵在了关外，一车都不准运进京城。首辅大人真是高明，借着这场百年暴雪的名头，说北地煤矿枯竭，直接在京城搞出了煤荒。京城那些达官贵人、平头百姓为了不冻死，倾家荡产也得买首辅手里囤积的高价煤，可不是嘛？咱们兄弟俩趁着风雪偷偷摸进黑石堡，只要用底价从这里买走1000吨黑煤，疏通关系就是100倍的暴利。到时候这大楚的国库空了，咱们兄弟的腰包可就鼓了。好一个首辅，好一个边关总兵！朕以为这漫天风雪是天不佑大楚，以为北地的煤矿真的枯竭，闹了半天，这所谓的煤荒就是朕最信任的内阁首辅勾结边防重臣一手炮制的骗局。他们封锁边关，切断回路，是为了把整个京城的百姓当猪仔一样宰杀。而朕像个瞎子一样，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还差点把能救天下的陆长风给当成了逆贼。防空防务1级警报，出什么事了？大夫，快准备担架！边关守将张总兵带领1万精锐私兵包围了我们黑石堡，他们打着剿灭流寇的旗号，要屠城夺矿啊！张总兵，首府的走狗！张总兵，首府的走狗！他们得知朕微服来了北地，怕他们囤积居集制造煤荒的阴谋败露，这是要杀人灭口！主子，1万正规军、长枪重甲，还有工程器械，这黑石堡只有一群拿扳手的工人，怎么可能挡得住正规军的屠刀？我们无路可逃了。逃？天底下哪有真龙给豺狼让路的道理？朕是大楚的皇帝，天子守国门，死也要死在万军阵前。主子，是1万边关精锐，全是重甲步兵，还带着攻城闯弩。这黑石堡只有一群拿铁锤的苦户，城墙又矮，咱们今天全得死在这儿了。张总兵，好一个戍边大将！朕的国库养着他们防备外敌，他们却为了掩盖垄断煤炭的死罪，调转枪口来屠杀大楚的子民。朕真是养了一群吃人的恶狼！城主，这敌军1万重甲已逼近护城河，咱们城防队只有3000矿工，没摸过刀枪。属下死谏，立刻放弃外围贫民区和厂区，全军退守内城地下堡垒。放弃外围，外面住着3万工人家属，还有咱们的温室碰旁，推进内城，把他们留给正规军屠杀。城主，这是螳臂当车，白白送死啊！保住您的命和核心技术，咱们还能东山再起。放屁！我建黑石堡是为了给百姓一条活路，不是给自己建乌龟壳。今天退了，工人们的脊梁就断了。传令，全员武装，死战不退。满朝文武皆言他是逆贼，可大难临头，他却要用血肉之躯护着3万流民，反而是朕的官兵在举起屠刀。可3000苦路对阵1万铁甲，这分明是去送死啊！城上的人听着，张总兵有令，黑石堡聚众谋反，立刻交出煤矿账本和高炉图纸，开城投降，留你们全尸，否则踏平此城，鸡犬不留。城主，他们要攻城了！想要我的煤，让他命命来填。老陈，把东西推上来。城主，30台高压蒸汽气动连珠弩就位，取气罐压力已达最高红线。主子，那是什么铁疙瘩？一堆管子连着个大铁罐，连根弓弦都没有，也没有火药味儿，这能杀敌？胡闹，简直是胡闹！到了生死关头，他竟想靠这种没有火药的奇酒去挡重甲步兵，他这是带着全城百姓陪葬！这群还活在冷兵器时代的土包子，以为没有火药就是烧火棍。工程兵点火升空，给他们开眼！上天了，主子，地球飞上天了，这绝对是妖术！没有绳索，没有神明，就靠着一把火，把人送上了天。这到底是什么？装神弄鬼的障眼法，闯弩上熊，给本将把城墙和天上那些破布球全部射穿！糊涂！闯弩一旦齐射，这单薄的砖墙必塌无疑，这满城的3万百姓全得死！住手！朕乃大楚皇帝楚渊，9龙金牌在此。尔等身披大楚铁甲，吃着朕的皇粮，敢对朕的子民放箭！张总兵谋逆，与尔等无关，还不速速退兵！
朕免你们死罪。九龙金牌，哼，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当今圣上正端坐在京城的金銮殿里批阅奏折，你一个外地来的泥腿子，竟敢在这儿冒充天子，分明是想拖延时间！你瞎了狗眼！陆长风，你看到了吗？他们连朕都要杀！你这些飞在天上的布球和没有火药的铁管子，到底能不能挡住重型闯弩的箭雨？下面可是1万重甲兵，若城门一破，这满城的3万百姓该怎么办啊？皇上，难怪张总兵连夜急行军要来屠城，原来是您微服私访到了北地，逼得这帮狗急跳墙了。事到如今，你若真没把握，就带着核心工匠从地道走吧，朕来替你们断后，绝不能让这城里的心血白白给朕陪葬。哼，替我断后？陛下是忘了3年前您听信谗言，一到圣旨就把臣扔进这极寒地狱里自生自灭。是朕对不住你。现在想当护民的明君了，用不着。黑石堡是我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这外头的3万百姓是我陆平风在风雪里救回来的。我自己的人，我自己护。开阀门，放气，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重工业。区一层防风红石墙，也想挡住百战精锐。全军听令，结铁壁阵，平推过去。只要撞塌城墙，生擒那个冒充皇上的逆贼，重重有赏。主子，是军中最强的铁壁阵，那铁盾连8牛弩都射不穿，咱们真能挡得住吗？安静看着，朕倒要看看他陆长风到底还有什么底牌。城主，敌军进入100步、80步。欺压要读书，高压蒸汽储气罐，一道红色满载刻度。城墙上的泥腿子连弓箭都没有，先锋营上攻城木，砸门。50步，放。这是什么？盾牌破了！盾牌破了！这不是弓箭啊！没有火药味，没有弓弦声，瞬间射穿重甲，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他竟把烧开水的力道变成了屠戮重甲的凶器。铁甲阵破了，盾牌手顶住，后军把重型闯弩推上来，给我反击！城主，敌军要用重型闯弩了。天上的人干活了。天上掉什么东西了？前方，老天爷降下天雷了，快跑啊！张总兵的1万精锐就这么没了。不要跑！陆战队后退者斩！城下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兵器投降的，立刻进城下井挖煤干活赎罪，我管你们一口饱饭。不投降的，死！城防队出城抓苦力。陆长风，你用妖术胜了又如何？本将乃是朝廷命官，是当朝首辅大人的心腹。你今日若敢动我一根汗毛，明日首府便会调集10万边军，将你这黑石堡夷为平地。首府，他勾结边将封锁煤路，吸食民血，真以为能瞒天过海？瞒天过海又如何？京城的煤价已经涨了100倍，快冻死1半人了。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瞎眼皇帝，到现在还以为是老天降下的雪灾。等首府大人赚足了银子，这大楚的天下早晚要改姓。一个流放的罪臣，拿什么跟首府斗？是吗？朕倒想听听，这大楚的天下什么时候轮到他内阁首辅来改姓？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外地来的泥腿子也敢接本将的话茬？来人，给我撕了他的嘴！瞎了你的狗眼！给朕看清楚这是什么！九龙金牌，如朕亲临，你是？朕，就是你口中那个瞎了眼的皇帝。你们这群乱臣贼子，结党营私，囤积居奇，拿京城千万百姓的命换你们腰包里的金银。大难当头，大兵不用来抵御外敌，反倒挥向朕的子民。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都是首辅大人指使的，罪将只是奉命行事啊！奉命屠城，朕留你这等国贼何用？赵税，属下在，将这国贼就地正法，其麾下1万私兵全部剥夺军籍，终生在黑石堡下井挖煤，永不录用。遵旨。陆长风，3年前朕听信谗言，将你流放至此。
今日朕亲眼所见，你护民有功，是朕欠你个公道。公道就不必了。陛下若是真想做点什么，就赶紧把京城的煤荒给解了。朕何尝不想？朕此次微服，就是想探查缺煤的原因，谁料竟是京城内部出了问题。现在就是朕想回去，恐怕连命都保不住，谈什么把煤运回京城？拿什么去救百姓？主子，属下就算拼了这条命，也护送您杀出一条血路。用不着拼命，在黑石堡，只要锅炉里还有火，就没有走不通的绝路。此话何意？走吧，陛下，今天臣就给您开开眼，带您去看看咱们黑石堡真正的镇宅之宝。主子，这13头铁疙瘩是什么怪物？一辆辆跟小山包似的。这叫重型蒸汽履带圈乳力。为了这些车，黑石堡的工匠熬了整整2天。陆长风，这铁车少说有几万斤重，北地大雪封山，官道泥泞坑洼，这么重的车开出去，车轮瞬间就会陷进泥沼和雪坑里，怎么可能到得了京城？早晨，打底盘灯。这是什么轮子？这叫履带，能将车身重量均匀分散。不管是齐腰深的暴雪，还是泥泞的沼泽，在它面前全都是坦途。报告城主，1300吨煤炭已装载完毕，锅炉预热完毕。陆长风，京城有100多万人口，寒冬腊月，一天最少要烧掉上百万斤，你这点煤也就够京城烧2、3天。首府手里囤积的煤可是数以千万斤计，怎么打破他的死局？陛下，您这就外行了。打破煤荒根本不需要一次性把整个冬天的煤都运过去。京城煤价暴涨100倍，是因为百姓以为北地真的绝产卖。百姓只要看到有平价煤，谁还会倾家荡产买首府的高价煤？好，真是妙计。上车吧，陛下，我们该出发了。首府肯定在沿途各州都设下了重兵关卡，能否绕路而行？不必，全车队听令，满功率推赶，目标京城。动了！铁山真的跑起来了！这笔账，朕要跟他们连本带利的算清楚。掌柜的，行好吧，这半口烂菜和我家的地契都给您，换2块煤，我小孙女快不行了。滚！你这破地契现在连个馒头都换不来。今天煤价100两银子一筐，没钱就回家等死去。100两！朝廷发下来的平价煤，怎么全进了你们的口袋？朝廷，实话告诉你们，这京城大大小小的煤站背后都是当朝首辅大人，嫌贵，忍着。李岩，张总兵在北地还没得手吗？父皇若是查出咱们在京城搞的这出煤荒，顾着东宫之位可就做到头了。殿下宽心，张总兵带了1万边关中甲，就算是一只苍蝇也飞不出黑石堡。皇上微服私访，不幸驾崩于北地雪灾，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很好，京城搜刮的如何了？煤价已炒到100倍，城中百姓为了活命，正疯狂抛售良田祖宅。等殿下借着平定煤荒、救济万民的名义登基称帝，这京城的钱粮地契便全在殿下的内库里了。父皇啊，父皇，你千不该万不该！贤姑行事狠辣，动了废楚的心思。这大楚的天下该换姑来做了。太子殿下，首辅大人出事了，张总兵败了，1万重甲全军覆没。皇上没死！放屁！1万正规军怎么可能打不过几千个挖煤的苦力？父皇就算没死，大雪封山，他拿什么回京？逃出来了。皇上跟那陆长风不知从哪儿弄来10几头会喷白烟的钢铁巨兽，正发疯一样往京城冲。沿途设下的千斤闸巨马桩被那铁怪物轻轻一碾就碎了，拦路的官兵也全被压成了肉泥。钢铁巨兽，无视千斤闸，这世上哪有这种东西？父皇回来了，他带着铁罐送回来清算姑了，姑完了，全完了！殿下，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皇上若入城，咱们都得死。那该如何是好？殿下，您立刻传旨，就说北地逆贼陆长风挟持了假皇帝，意图谋反，调集京城3万禁军，死守9门。对，他是假皇帝，传姑的死命令，把城防的红衣大炮全给姑推上城头。只要那铁怪物敢靠近城门半步，立刻开炮！姑就不信，这大楚的江山还能被几头铁壳子碾平了！都给姑盯紧了！只要逆贼的铁怪物一露头，立刻开炮！殿下，那到底是什么妖物？没有牛马牵引，身披重甲，连那么深的积雪都能直接碾过去！开炮！别让他们靠近！开炮轰碎他们！砸中了，给姑砸碎他！主子，
红衣大炮的铁弹被弹开了，连个坑都没砸出来。几百年前制造的滑陶炮，打的还是实心铁弹，想击穿60毫米的倾斜军焊钢装甲，简直是做梦。老陈，迎敌，给城墙上那帮土包子提提神。城上的禁军给朕听着，朕乃大楚皇帝楚渊，太子与首辅谋逆，囤积居奇，致使京城百姓冻死无数。今日朕亲率北地重甲回京平叛，凡放下兵器者，皆无罪。若敢顽抗，与逆贼同罪。是皇上，真的是皇上！太子不是说皇上在北地遇害了吗？老子的老娘昨天刚在城里活活冻死，原来根本不是天灾，是首辅和太子把煤全扣下了。咱们凭什么给这帮畜生卖命？放箭！他是假皇帝，他是陆长风找人假冒的，给姑放箭！京城的将士们，你们家里现在是不是连一块炭都买不起？是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爹娘妻儿挨冻？老陈，卸货！看清楚了，这是北地的无烟煤。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这煤不要100两，也不要50两，按大楚原本的评价，10文钱一筐，敞开供应，且后续不断供应。去他娘的太子！老子的媳妇儿孩子正等着没救命呢！弟兄们，开城门，迎皇上回宫！10文钱一筐，10万吨，哭的江山，收复的银子，全砸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陆长风，你不仅救到了朕，还用这满车黑炭救了朕的百姓。这才哪儿到哪儿，陛下坐稳了，咱们该进城算总账了。李岩，你勾结太子，阻断煤路，视京城百姓如草芥，你还有何话可说？哈哈哈！老夫算尽了天时地利，唯独没算到这世上竟有不用牛马也能跑的獐体怪兽。赵睿，将这国贼压下，凌迟处死，废除太子，打入天牢。且慢，陛下，你真以为自己赢了吗？你看看这满朝文武，再看看这空虚的京城防线，你以为老夫敢截断北地官道，凭借的就仅仅是1万边军？什么意思？皇上，800里加急，800里加急啊！雁门关守将开门叛变，北莽10万铁骑已踏破边关，长驱直入。距离荆州只剩10天的路程了。10万北莽起骑，完了！京城现在只有3万禁军，怎么可能挡得住10万蛮族精锐啊？听到了吗？老夫早就把边防布防图送给了北莽大汗，只要老夫今日起事失败，北莽铁骑就会立刻南下，屠城灭国。疯子，李岩，你是个疯子！你把蛮夷引进来，姑就算当了皇帝，也是个亡国奴啊！李岩，这畜生！你为了一己私利，竟敢引狼入室，卖国求荣！大雪封路，但骑兵最多10天即可兵临城下，京城无险可守，3万步兵对10万铁骑，大楚难道真的天数已尽？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底牌，搞半天就是叫了10万骑马的野人。无知狂徒，那是10万重甲骑兵，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你的铁车再厉害，能装得下多少人？能碾死多少马？等北莽大军围城，你们全都要被砍成肉碾！重甲骑兵，在热武器面前，那就是10万个会移动的活靶子。老子正愁着京城周边煤矿建钢铁厂缺苦力呢，你就给我送了这么多免费劳动力过来，我真是谢谢你8辈祖宗！陆长风，10万铁骑，你当真有办法挡住？挡？太被动了。既然京城的煤矿紧了，接下来该给这群原始人上点强度了。把京城兵工厂和所有铁匠部的控制权交给我，10天时间，我要让这10万北莽雀里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华国工业。好。皇上啊，工部1万名匠人已经连轴转了，可10天时间实在太短了，就算大伙把命填进去，最多也只能打出5000个枪头和2000把单刀。陆长风，你看到了，大楚的工匠虽然尽心，但人力终有空隙，10天造出对抗10万体积的兵器，当真不是天方夜谭。那是因为你们还在用几千年前的手工作坊思维打仗。老孙头，打这1把刀需要多久？回陆大人的话，从熔铁、锻打、淬水到开刃，一个熟练铁匠得花整整2天。2天造一把破刀，这不是打仗，是排队送死。全都给我停下！从现在起，停止打造刀枪剑戟，1万工匠立刻按我的规矩重新苏组。停工！大人，不打刀枪，将士们难道赤手空拳上阵？我要你们搞流水线作业。第1组2000人把生铁拉成铁丝，第2组2000人在铁丝上绞出倒刺，第3组3000人把城里所有的碎刀片、烂铜钉、废铁锅全都给我砸碎。带刺的铁丝、碎陶片，陆长风，你到底要造什么？这叫防马面吉里网。老孙头，造出来之后，立刻派人去城外阵地，每隔10步拉起一道，连步10道。战马冲锋靠的是速度，只要绊倒前排，重甲骑兵的速度优势就荡然无存，后排就会互相踩踏，阵型不攻自破。
妙啊！不费一兵一卒，就能从根源上废掉敌军的冲锋之势。剩下的人把火药和这成千上万的碎陶片铁钉全部给我塞进炮膛里。开战时，把炮口仰角压低，炮口直接对准敌军最密集的方向平射。朕明白了。大炮一响，木桶炸裂，这碎陶片就会横扫出去，覆盖面比实心铁弹大了何止100倍。没错，开战时把几十门大炮排成一排，依次点火，管它是重甲还是轻骑，一波横扫出局。楚国的皇帝听着，你们的内应首辅已死，但京城无兵，立刻开城投降，本汉留你全尸，否则城破之时就是你的死期。陆长风，10万大军倾巢而出，我们的铁网和火炮当真能拦住？老臣传令下去，放他们进铁丝网再打。楚人这是吓破胆了，全军突击，给我杀！陆长风，他们冲过来了。进网了。大汉，雪地里有带刺的铁网，马腿全被割断了，冲不过去。给本汉砍断它，继续冲！开炮！退！全军快退！往洛阳谷撤！赢了！一轮炮火，敌军大乱。陆长风，他们要跑了。跑不了。老臣，火炮断向，瞄准洛阴谷两侧的山崖，齐射！贼莽的将士听着，退路已断，现在下马降服，跟我去矿山劳改，我留你们一条命。谁要是敢顽抗，大炮无眼！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抬手间轰塌大山，生擒数万蛮夷，大楚的江山保住了。陛下，打仗打的是资源，这些战马充足国库，剩下的几万俘虏，臣就全带回北域黑石堡了。那边的钢铁厂正缺劳工，臣得赶紧带他们回去，接着搞建设。长风，你留下来，不要回北地了。陛下，京城的危机已解，臣留在这儿也不懂朝堂政务，不如回去打铁。朕微服私访北地时，亲眼看到黑石堡的百姓居有定所，食有余粮，寒冬腊月也能围炉夜谈。再看看这京城，天子脚下却饿殍遍野。朕希望这大楚天下的百姓都能像你统领的承制一样安居乐业。留下来，帮朕改革这千疮百孔的大楚，你要什么朕都给你。陛下，我什么都不要，但全面改革天下，可是要动无数权贵的奶酪，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有朕给你兜底，你只管放手去干。既然陛下有这等魄力，那臣就接下这个担子。不过咱们得提前说好，等大楚的改革步入正轨，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了，臣还是要回黑石堡，那里的高炉离不开臣。好，朕答应你。到那时，朕亲自为你送行。一言为定。陆大人，这南郊可是京城上好的良田，更是各家祖传的基业，您要全推平了，建什么总厂？这是断了大楚的农业根本，绝了大家的活路啊！皇上说，这片地大半都是荒滩，剩下的产量也低得可差，拿来建厂，大楚的整体收益能翻100倍。况且我给的征地补偿款是市价的2。陆大人，这不是钱的事儿，祖宗留下的地，那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粮食，百姓吃什么？吃您的铁疙瘩吗？这地我们死也不卖。王爱卿，长风的建厂图纸朕看过，是利国为民的大事，你们为何执意阻挠？皇上明鉴啊！臣等祖祖辈辈靠着土地收租吃饭，土地没了，家族就散了。陆大人，这是要绝我们的根啊！皇上不用动怒，说到底，他们就是怕没了土地，影响了家族以后的收益。皇上说，你们家用牛耕地，一头好牛一天能耕多少？1头壮牛一天顶多耕3亩，此乃常识。老臣，把咱们的铁牛开过来，给各位大人开开眼。这又是什么怪物？这叫蒸汽拖拉机，不用喂草，不用歇息。老臣，下地给王大人提2步。这速度不用牛马，力气怎么这般大？这地翻得又深又透。一台拖拉机一天能耕100亩，深翻改土后，明年的粮食产量至少翻1倍。一天100亩，产量翻倍。你们手里剩下的那些地，如果用上这东西，收益比你们现在大得多。我做事讲究共赢，你们把这片荒地卖给我建厂，第一批造出来的拖拉机优先地价供应你们剩下的庄稼。你们是想守着现在这点死规矩喝西北风，还是想跟我搞机械化农庄吃肉？
陆大人，这铁牛真能优先卖给我们？只要配合工厂落地，不仅卖拖拉机，以后厂里出了化肥，也先紧着你们用。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地契拿出来，配合陆大人建厂。谁敢阻挠大楚的工业化，就是跟我王某人过不去。是，陆大人的钢铁厂建在咱们这儿，那是咱们祖宗冒青烟了。长风，你这招利益捆绑，可比朕的圣旨管用多了。朕还以为你又要动刀子。皇上，杀人解决不了生产力问题，改革不仅要砸碎旧东西，还得给他们指出一条能赚更多的新路，用先进的技术碾压过去，他们自己就会乖乖跟上。都抬起头来！这叫蒸汽拖拉机，是由钢铁和齿轮拼起来的。只要你们懂了它的脾气，它就得乖乖给你们干活。陆厂长，这铁牛真不会咬人吗？刚才他叫唤的时候喷出来的白气烫死个人。烫，是因为他干活要烧煤要烧水。给我记住，每天下地前必须检查这里面的水满不满，水烧干了还在跑，这叫干烧，锅炉会炸，到时候你们连块全尸都拼不起来。听懂没？听懂了。第二条规矩，这叫离合，这叫档位。挂档的时候必须踩到底，不许硬拉硬拽。现在分成3组，老陈带头，挨个上车摸方向盘。谁今天学不会起步，晚上没饭吃。这真是之前那片连野草都不长的南郊荒滩。皇上您看，陆大人真没骗臣啊！这铁牛不用吃草歇息，只要煤水供得上，它能日夜连轴转。才短短1个月，这片上千亩的荒滩都被这3台机器全开垦出来了。青天大老爷显灵了，这么深这么透的土，把地底下的肥力全翻上来了。以前历朝历代都在愁怎么开荒，怎么多养几头牛。长风这一台机器，顶得上100头牛，上100个人。哎呦，陆大人，您今儿怎么亲自来了？这车里装的又是什么神物？皇上说，地翻身了是好事，但要想产量翻倍，光靠地里那点底肥可不够。把这些麻袋卸下来，撒到刚翻好的地里去。这味道怎么有点像西郊那个新开的钢铁厂里的土渣子？王大人好鼻子，这就是钢铁厂炼钢时刮下来的废料炉渣，叫钢渣。不过经过粉碎和酸液处理后，它现在的名字叫磷肥。长风，这不会把庄稼烧死吧？陛下，世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没放对位置的资源。庄稼生长需要氮磷钾，咱们这片地太贫乏了，这些磷肥撒下去，能让麦子的根扎得更深。皇上说，这第一批化肥是钢铁厂的副产物，我做主，免费送给你试用。等秋收的时候，您要是看着亩产涨了，明年可就得掏银子来买。买！只要能增产，砸锅卖铁陈也买。陆大人，您就是大楚的财神爷呀！掌柜的，求求您多给一撮吧！我小孙子半个月没吃盐了，这半钱碎银子是卖了最后2只母鸡换的呀！老东西，嫌少别吃。江南大水，海盐停产，现在1两银子1两盐，这是死规矩。再啰嗦，连这一撮都不卖。你们这些吸血鬼！江南水患早过去了，你们就是故意囤积居奇，想逼死我们。是又如何？这大楚的天下，盐路全在我们8大盐商手里，没钱买盐，就拿地契来换。1号池加生石灰乳，2号池闹团酸溶液，把毒蓝石里的毒素全给我沉淀出来。杂质已清，大局已定，尝尝。这可是西山的毒石，毫无苦涩，纯净甘咸，这真是毒石做的。此法无视天气，这一天的产量顶8大盐商半个月的供给。都给我把厂子围了，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老子是8大盐商总会长钱万金，你敢造私盐断我们财路，活腻了吧？大楚的盐什么时候成你钱万金一个人的？你用西山毒卤石制盐，毒害百姓！乡亲们，他拿毒药冒充食盐，要绝大家的户啊！这是毒石，这盐不能吃啊！无知的恐慌只能用事实击碎。这些盐杂质已全部沉淀分离，是提纯出来的精饮，没毒。这没毒！我的天，这甚至比皇宫的贡盐还白！陆大人神人啊！我们8大盐商出100万两全资收购，您拿3成干股，咱们联手把盐价提1倍，赚尽天下财富，如何？钱大人怕是要计划落空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没有我们盐商的渠道，你1粒盐也别想卖出去。在绝对的产能和价格面前，垄断就是废纸。老陈，报价！大楚精盐3文钱1斤，敞开供应，无限量。3文钱，这可真是活菩萨！姓陆的，这京城的盐市规矩可是几百年来定死的，你这不知哪冒出来的工业盐，还敢低价倾销，活腻了！规矩是人定的，京城百姓吃不起盐，
你们却把盐藏着沤烂也不肯降价，这规矩，今天我破定了。给我砸了，盐太废了，看他拿什么卖。想砸我的场，去黑石堡的矿坑里慢慢砸吧，那儿正缺人手。皇上，陆长风这是要逼死天下盐商啊！他那工业盐既无官也又不缴盐税，还低价冲击市面，这是破坏大楚的盐政。若是长此以往，国库的盐税收入可就全断了。皇上，盐铁向来是国之重器，陆长风私自建厂，扰乱盐政，其心可诛，请求立刻封定盐场，将其收押。陆青，盐政乃国本，你这工业盐大肆铺货，可有准奏？皇上，请看这份账，盐商垄断之下，百姓买盐之价高出成本100倍，且私盐横行。承办的是国营盐场，盐价虽低，但产量是过去的10倍，且每一粒盐都实名入库计税，断了中间泡沫。你们怕的不是我破坏盐政，而是怕我把盐价打下来，断了吸百姓血的财路。荒谬！工业制盐，那粗制滥造的玩意儿，怎么比得上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这是提纯后的工业盐，纯度99%。你们那所谓的古法，里面沙子比盐还多。如果不信，当场对比。好，这才是朕的子民该吃的东西。盐政之弊，苦民久矣。陆青的工业盐，朕准了。从今往后，大楚境内废除旧盐冶，推行盐铁官职。陆青的盐场为全国标杆，凡敢阻挠者，一律视为抗旨，查差家产，发派矿山。谢皇上。既然圣旨已下，赵睿，带人去把那几个闹事的盐帮我点清了。以后我这盐场的货，谁敢动歪心思，就是动大楚的国策。去办吧。老臣，高炉明早就得点火试温了。西山的铁矿石怎么还没运进来？陆公，西山的黑铁矿被安平郡王封了，说是咱们建厂动静太大，破了他的风水。采膏员拿着双倍的银子去交涉，连门都没进去，还挨了顿棍子。唉，这一天天破事真多，停工一天得烧多少钱？备车，我找皇上批条子去。陛下，不是臣非要给您找麻烦，现在厂里1万人张着嘴吃饭，高炉的底火也不能灭。西山的矿要是今天供不上，后续的农具和军工进度全得停。您看这事儿怎么协调？长风，安平郡王是朕的亲皇叔，先帝赐的山，若朕直接派兵去拿，宗室那边不好交代，天下人也会骂朕不孝。臣没想强抢，买矿的钱户部已经拨了，臣按市价的2倍给他结账，只求他放开矿权，别耽误国家生产。您要是方便，亲自去帮臣做做王爷的工作。这铁矿真的不起了。走。为了这大楚的重功，朕去当这个说客。皇上，您怎么也跟着这工匠胡闹？这山是祖宗留下的，他说挖就挖。就算老臣把地让出来，就凭他手里那几个人，没有老臣手底下的几万熟练矿工，他1个月也刨不出几筐铁来。王爷，不用您的矿工受累，矿石出多少，我们照单按吨给您结钱。您要是同意，现在签个字，我们自己进去采，绝不耽误您别的事儿。哼，笑话！不用我的人，这坚如铁石的西山，难道你们用手去抠？老臣，耽误太多时间了。按照1号预案开山，注意安全距离，别伤着人。哼，装神弄鬼，老夫倒要看看你这泥腿子能……啊！天雷，是天雷！铁山竟然塌了！这是什么邪术？王爷受惊了。这不是邪术，是工程炸药，用来采矿比较快而已。赵睿，带人去登记过秤，赶紧安排铲车装货。告诉厂里，今晚加班出第1炉钢。老孙头，看这铁水的颜色，温度够了，准备开炉口放铁水。大家按规章操作，注意安全距离。明白。开炉口，铁水出炉啦！都让开。第1批铁水倒进这边的模具里，以后别像以前那样
拿锤子一点点烧红了慢敲。咱们现在用砂形铸造法，把铁水直接倒进做好的锄头、篱笆和镰刀的模子里，冷却定型后就是成品的形状。陆大人，直接浇出来的铁家伙虽然快，但会不会太脆了？一下地就断。问得到位。所以脱模之后还要放进旁边的保温炉里，做退火处理。各阶段的温度和时长参数我都列成表格贴在墙上，你们严格照着参数走，生铁就能变成韧性极好的钢材。听懂了吗？懂了。照您这流水线的浇筑法，咱们一晚上就能造出上万把好农具啊！这位爷，您看，这新铁厂发下来的钢犁又轻巧又锋利。以前这么硬的黑土，2头壮牛都拉不动，现在1头牛轻轻松松就翻开了。好用就好。老人家，这上等的钢农具定不便宜吧？不要1两银子，只要10文钱。听说厂里是用什么机器倒出来的，便宜得很。10文钱，百炼钢。陆长风这小子，竟真的做到了。主公，陆大人此举，可谓解了天下农户的燃眉之急。这解的岂止是燃眉之急？他陆长风在特区日夜炉火不息，住的哪里是农具？他这是在替朕、替大主铸造民心。主公圣明，特区工坊如今流水线全开，堪称神迹。传朕的旨意，特区所需的一切物资与人力，一路绿灯，任何人不得阻拦。主公请看，这就是臣所说的水泥。就这毫无粘性的飞灰，能筑起永定河的大堤？它现在看着确实像一堆废土，风一吹就散。历代修堤皆用糯米制拌3合土，你这粉末有何玄机？玄机就在于，它一旦遇到水和沙时，就会发生极为剧烈的凝固反应，无需耗费民脂民膏去熬煮糯米，只需最廉价的河沙。这拌出来的烂泥浆，真能阻挡洪水？等这滩泥浆风干12个时辰后，它就会变成比岩石还要坚硬的铜墙铁壁。光有水泥和细沙还不够，想筑起万世基业，掺入这么多碎石，岂不是会让这灰浆变得松散易碎？恰恰相反，主公，碎石才是这混凝土真正的骨架。水泥化作血脉金茂，将这些碎石死死咬合在里，一旦彻底干涸，这就是千秋万代都砸不穿的基石。南城这些安置流民的排污，全是用这混凝土浇筑出来的。朕方才看了一圈，竟已拔地而起数10栋。只要木板模具搭得足够快，咱们1天就能浇筑出一条街。1天1条街，有此等神物，何愁天下流民无家可归？长风，用这跨时代的奇物，给朕筑起大楚的钢铁江山。这么重的生铁大锤，这一记重砸下去，这灰泥块岂不是要粉碎？来了，必然4分5裂，竟砸出了火星，震得朕耳膜生疼，连一道裂缝都没有。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竟坚硬如丝！此等神物，若是用来修筑边关城墙，北莽的重炮也休想轰开。陛下，修城防以后再说。竟对这等镇国之计毫不在意。马上入冬了，京城南边还有几万流民住在漏风的茅草棚里。这第一批出厂的水泥，得先给他们盖房子。朕只想着御敌，他心里装的却是快要冻死的百姓。老孙头，带人去南城，按图纸起砖窑烧红砖，加上咱们的水泥砌墙，10天之内，我要看到流民营变成防寒保暖的砖房小区。多谢皇上，多谢陆大人。这尼姑的房子竟然一点冷风都不透，连火烫都盘得热乎乎的。咱们一家老小，今年终于不用在雪地里等死了。一排排整齐坚固的砖房，竟真的取代了破败的茅草屋。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寺巨万言。长风，你不仅救了这几万条人命，也替朕赢回了民心。这只能算勉强解决温饱，离好日子还远着呢。陛下，您别急着感慨，水泥厂的产能还得扩，等开春冰化了，咱们还得拿这东西去修水利堤坝。陆大人，这春雪来得太猛了，以前都是用沙袋和木桩堵，今年您非要先拿着铁架子，这水眼看就要漫过来了，能行吗？沙袋挡得了一时，挡不了一世。老孙，过来，我有急事吩咐。陆公，您吩咐。记住，水泥抗压不拉沙，遇到冲击力容易断，咱们得给它加上骨头。这钢筋就是骨头，你们绑的时候十字交叉点必须扎紧。明白了，赶紧干！谁慢了谁没晚饭吃，不然干了会有空洞，这大堤就成了豆腐渣。明白了，钢筋做骨头，排气导石，大家伙听见没？赶紧干！咱们这大堤修成，永定河再也泛滥不了了。
谁慢了谁没晚饭吃！都给老子拿出拼命的劲头来！浊浪滔天，这大地竟纹丝不动。历朝历代，永定河春汛必决口，淹没良田无数。如今这钢筋混凝土一出，竟犹如定海神针，这水患算是彻底治住了。堤坝修好只是第一步，防汛是手，咱们还得学会用水。长风之才，真乃大楚之幸。水利纺织厂就在下游，那里正在改变大楚的布票产量。走吧，陛下，跟我来下游。走，朕倒要看看你那水利纺织又是何等乾坤。大家看好，这叫水力飞梭织布机。外面的水车连着转斗着，动力是自动的，不用你们费力去手摇。工作很简单：第一，看着线轴，快用完时及时接上；第二，注意立刻拉红杆停机，千万别拔伸进齿轮里。陆大人，只要看着就行。这能织出布来吗？老天爷，这飞翔的速度快得肉眼都看不清了。才半个时辰，这卷布竟比我以前织1个月还要多。这大半天的功夫，织出的布眼竟然还如此细密。效率还可以，不过传动皮带还需要微调节，这才是工业该有的速度，必须压榨出最大产能。厂长，就按这个初步的码数重新排班，12个时辰3班倒，我要这条线彻底转起来。三班倒，大人，这卸人不卸马，铁打的轮轴也得烧坏啊！轮轴烧了就换铁的，只要水车还在转，产量就1刻不准停，立刻去办。3天后交不出定额，我拿你试问。老天爷，这么厚实的新棉袄，真的是白发给咱们流民的，这白袍都挣过这么多。这布是用新式水利织机连夜赶出来的，只要有我在，管够。今儿总算能活命了。只要水轮的轰鸣声不停转，大楚的百姓就绝对动不着。大人是活菩萨，俺们全家这条贱命。我不收什么贱命，领直了说话。只要大人给饭吃，俺什么苦都能吃。我只要有把子力气，能守规矩的产业工人，穿好衣服，喝完热粥，明早准时进厂，用工业斗鼎民生，这才是真正的良性血液。高丽纸也挡不住北风，你那玻璃神物，平民怕是用不起。陛下，玻璃就是一堆烤化了的沙子，不值钱。压普通玻璃镀银的高端货，去赚快钱。正好厂里扩建缺钱，那就拿达官贵人开的。那烤化的沙子，这怎么可能？正好厂里扩建缺钱，那就弄点快钱。这快钱你要怎么弄？压出来的普通玻璃，极低价给百姓运衡。另外，我再弄点镀了银水的高端货。既然达官贵人也嫌冷，就去赚他们的钱。陆厂长，成碱和石灰石全磨成细粉了，按比例混入石英砂，加煤，风箱拉满，温度给我飙到1500度以上。老天爷，石头真能烧成水，化了，沙子变成通红的汤了。排气炮，准备开炉出料，推压盐轮，不要停。乖乖，这得是多大的一块水晶窗啊！这要是拿去多宝阁，不得值上万两白银？出息！这是铁轮压的平板玻璃，有水波纹，这种残菜品根本不值钱。送后退火窑，以后流水线一天能压几千块，要的就是比土砖还近。这叫银镜反应。以后的绝密工序归你。就这几杯清水，能弄出什么名堂？玻璃放平，倒上去，不许手抖。主子，到了。屏住呼吸，看好了。快，里面有个人！那是你的脸。这叫纯银玻璃镜，连我脸上的灰都，这简直是仙气！找好木匠，镶最贵的紫檀木框，明天去拍卖行，钢铁厂的命脉就靠它了。天下仅此一面无价宝，起拍价1万两，连眼角细纹都一清二楚，我出2万两。3万两，谁敢跟老子抢？4万两，李大人出4万两，还有更高的吗？6万两，给我砸上去！8万两，盐商总会出价8万两。8万两。就那一块镀了银水的玻璃，钱一到账，立刻全部划给工部。好，全拿去扩充军备。不，补贴民用。这8万两够玻璃厂全速运转。明天我要让5文钱的玻璃把太阳照进穷人的屋里。这透亮的东西真只要5文钱，要是被小贼砸了，老汉我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老丈，您把心放肚子里。厂长说了，流水线压的玩意儿根本不值钱。万一真碎了呢？坏了随时去厂里买，5文钱1块，管够，装好了。您老往后退，让光进来。爷爷有光，屋里好亮，风也吹不进来啦。真的，不透风却透光，5文钱，就只要5文钱啊！这是把太阳请进咱们穷人的屋了啊！短短1年，10万北莽俘虏成了修路的劳力。蒸汽拖拉机让大楚的粮仓满了3倍，流民全住上了砖房，连这京城里的瞎子都知道，如今是大楚100年来最好。今日当真要走？内阁首辅的位子一不二直空着，只要你一句话。咱们1年前在城楼上可说好的，钢铁、水泥、化肥、纺织全套的生产手册我都留给老孙头了，只要他们照着规章制度干，不瞎指挥，这套工业机器自己就能运转得很好。满朝文武挤破头想要的权倾天下，在你眼里，竟还不如这几台履带车。管理朝政是您的专业，我的专业是搞生产。京城这边
现在全是流水台上的重复劳动，我已经帮不上什么大忙了。但我黑石堡的实验室里还有一堆新项目等着开工呢。这蒸汽铁牛，还有那些玻璃化肥，都已经堪称实际。你回北地还要搞什么新名堂？蒸汽动力还是太笨重了。臣在北地勘探到了一座大型铜矿，接下来我要搞发电机。好，朕答应过你，在北地放手去干，要钱朕给钱，要人朕给人。只要朕还在这一天，大楚的国库就是你黑石堡的后盾。多谢陛下，那臣就回北地打铁去了。皇上，陆大人这一走，京城倒觉得空落落的。他不属于朝堂，他属于那个不断向前的时代。传朕的旨意，即日起，全国各州府全力推行农机与建厂，大楚的工业绝不能停下。